Hello，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辽太祖射杀过活龙，一段被辽史删除的秘密，揭开了史前文明的真相。公元916年，辽史中仅留下了一句令人费解的记载：黑气贯天，众皆惧。数年之后，又出现另一段更加离奇的记录：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亲手射杀过一条活龙。千年以来，所有人都认为这不过是帝王神话，是史官为了神话皇帝而编造出来的传奇。但如果这并不是神话呢？如果阿保机射中的并不是中国神话里的龙，而是一种早已消失数万年的未知生命，如果黑水湖底真的隐藏着一座远远早于夏商周，甚至早于已知文明的地下遗迹，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在辽国建立之后，与黑龙有关的许多记载竟然同时从历史中消失了。到底是谁抹去了这一切？公元916年，辽河以北的草原正经历一个异常漫长的夏季。按照契丹牧人的经验，每当黑水泛滥之前，天空总会出现一种被称作龙吸云的异象，成片乌云会像被无形巨手拧成螺旋，沿着西北方向缓慢旋转，随后暴雨倾盆，牛羊迁徙，河道改向。然而这一年没有暴雨，没有雷鸣，只有连续7天7夜悬停在天空中的黑色云柱像一根连接天地的巨大石柱，静静立于木叶山北方。后来辽史中仅留下极短的一句记载：黑气贯天，众皆惧。没有人解释那团黑气究竟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从这一刻开始，一段关于活龙的秘密已经悄悄进入了契丹皇室最深的禁忌。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当时的耶律阿保机还没有成为震动北方的辽太祖，却已经是八部联盟中最令人敬畏的首领。他善骑射，熟悉草原上的每一条河流，每一座山丘，也相信万物皆有灵。契丹人信奉萨满，他们认为天地之间存在看不见的神灵，狼、鹰、白鹿，甚至山石都可能是祖灵化身。唯独有一种生物被所有萨满共同列为不可冒犯，那就是黑龙。在契丹最古老的祭词里黑龙不是中原神话里腾云驾雾的祥瑞，而是一种居住在黑水深处的远古生命。它不会轻易现身，一旦出现，意味着整个草原的秩序即将改变。年迈的大萨满树律古烈曾告诉年轻的阿保机，龙不是神，也不是兽，它比我们的祖先更古老。阿保机没有反驳，却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多年以后，他才知道大萨满说的并不是传说。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这一年的7月，一支负责巡视黑水流域的契丹骑兵突然失踪。失踪前，他们曾派回最后一名信使。那名年轻骑兵骑着一匹浑身血汗的战马冲进营地，脸色苍白得像死人。他没有报告敌情，没有提到侍卫人，也没有说遇见了渤海残军，而是不断重复一句奇怪的话：他还活着。他睁开眼了。所有人都以为他疯了。可当阿保机亲自询问时，那名骑兵却突然七窍流血，当场断气。负责验尸的巫医发现他全身没有刀伤，没有剑伤，甚至连骨头都没有断裂，唯独双耳和双眼深处渗出黑色血液，就像脑中承受了某种无法理解的巨大压力。更奇怪的是，他死后紧紧握着一块拳头大小的黑色鳞片，那块鳞片坚硬如铁，却又不像任何已知动物的角质组织，放在火中不会燃烧，投入冷水却会缓缓散发热量。几十位工匠尝试用铁锤敲击，锤头反而出现裂痕，而鳞片表面仅仅留下极浅的一道白印。阿保机第一次意识到，草原深处也许真的存在一种契丹人从未见过的生命。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3天后，阿保机决定亲自率领500精骑前往黑水。他没有带祭司，也没有举行祭天仪式，因为他不希望这件事情传遍整个契丹部落。队伍一路向东北推进，越靠近黑水，周围越安静，没有狼嚎，没有鹰鸣，甚至连草原上最常见的黄羊也消失得无影无踪。马匹开始焦躁，不断用前蹄刨地，像是在拒绝继续前进。负责观察地形的老猎人发现，大量树木树皮出现了奇怪的烧灼痕迹，却没有发生火灾的迹象。那些焦黑纹路更像是某种高温物体从空中掠过后留下的划痕。沿途还能看见许多巨大的脚印，每一个都接近1丈宽，深深陷入泥土。脚印边缘没有兽爪，而是一圈规则的椭圆形压痕，就像某种沉重的圆柱体缓缓落地。没有人认得这种痕迹属于什么动物。萨满低声念起驱邪咒语，却发现腰间悬挂的铜铃竟然没有发出任何声音。
就像周围的空气把声音全部吞没了。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第5天傍晚，他们抵达黑水源头，眼前出现了一片契丹地图上从未记载过的巨大湖泊，湖水漆黑如墨，没有一丝波纹，天空却倒映着无数星点。即便此时还是黄昏，那湖面上竟已提前出现满天繁星。士兵们以为自己眼花，可所有人看到的景象完全一致。阿保机下令扎营，却没有人敢靠近湖边。就在夜半时分，湖中央忽然升起一道长长的黑影，没有翻腾，没有水花，只是缓缓浮出水面。他的身体修长，表面覆盖着一层反射冷光的黑色鳞甲，头部并不像后来绘画中的龙首，而更接近某种巨大的远古爬行动物，却长着2根向后弯曲的骨角。他没有咆哮，只是缓缓抬起头，望向岸边营地。所有战马瞬间跪伏在地，数百名契丹勇士竟无人敢拉弓，因为他们发现那双金色束瞳正一一扫过每一个人的脸，就像能够辨认每个人的身份。阿保机后来终身没有向任何人详细描述这一幕，只在宫廷密档里留下4个字：其目识人。这4个字后来被抄录进一卷已经失传的黑龙录，而黑龙录唯一残存的一句话则流传到了明代：非龙是人，人被龙视。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双方对峙时，湖边突然传来一种奇异的低频震动，所有人的胸口开始发闷，耳朵嗡嗡作响，像有千万只蜜蜂钻进脑海。几名年轻士兵捂着头倒在地上，甚至有人开始产生幻觉，大喊自己看见天空中漂浮着一座倒悬的黑色城池。阿保机却强忍剧痛，缓缓举起契丹重弓。这把弓由整根黑桦木和牛角复合制成，拉力超过30，普通士兵根本无法拉满。他没有立刻射箭，而是死死盯着湖中的生物，因为他发现那东西胸口靠近前肢的位置竟有一块没有鳞片覆盖的浅色区域，像一道古老的伤疤，又像某种天然形成的缺口。多年征战养成的直觉告诉他，那里也许就是唯一的弱点。可就在他准备松弦的一瞬间，他忽然发现那片裸露的位置并不是皮肤，而像一层半透明的晶体，里面似乎隐约闪烁着极其微弱的蓝白色光芒，如同深埋地下数万年的寒星正在缓缓跳动。阿保机第一次迟疑了，因为那道光不像任何生命该拥有的心跳。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阿保机终究还是放开了弓弦，伴随着弓臂发出低沉的振鸣，那只重达7两、箭簇由精炼熟铁打造的狼牙箭划破夜空，没有丝毫偏移，准确射向那片泛着幽蓝光芒的区域。几乎就在剑锋触及目标的一瞬间，整个湖面突然剧烈震动，却没有激起任何浪花，反而像一面被敲击的巨大铜镜，荡起一圈圈极其规则的同心圆。那一刻，所有契丹骑兵都捂住耳朵，跪倒在地，因为空气中响起了一种他们从未听过的声音。它既不像野兽的嘶吼，也不像雷鸣，更不像风声，而更接近数千根青铜鞭中同时共鸣，低沉悠远，就像来自地下，又就像来自天空之外。后来辽史没有记载这道声音，契丹国志也只模糊写下一句龙鸣震也，可真正经历过那一夜的人却没有一个再愿意提起那个声音，因为他们都知道那不是愤怒，而更像是一种警告。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箭射中的瞬间，那头黑色巨物并没有立刻倒下，它只是缓缓低头，看向插在自己胸口的箭杆。令人毛骨悚然的是，箭没有流血，伤口周围反而浮现出无数细密的蓝白色光纹，那些纹路沿着鳞片迅速扩散，如同冰面裂纹一般遍布全身。几名胆大的契丹武士举起火把靠近，他们惊恐地发现，那些所谓的鳞片竟然不是普通角质，而像无数层极薄的黑色晶体交叠排列，每一片之间都存在几乎肉眼不可见的缝隙。当蓝光流过时，整具躯体就像活过来的金属，又像覆盖着生物组织的某种未知结构。阿保机曾长期征战中原，见过最精良的唐刀，也见过渤海国锻造的铁甲，但没有任何一种材料能够呈现这样的质感。它不像石，不像铁，也不像骨，更不像皮肉，而是一种介于生命与器物之间的存在。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随着蓝光越来越亮，黑色湖面开始自行退开，一道宽约3丈的裂缝从巨物身下缓缓展开，湖水竟像受到某种力量控制，向两侧整齐分离，露出一条直通湖底的巨大石道。所有人都愣住，因为那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河床，而是一条铺满黑色石板的人工通道。每一块石板长约2丈，上面刻满了从未见过的纹路，
那些纹路既不像契丹文字，也不像汉字、突厥文或粟特文，却呈现出一种极其规律的几何排列，像是某种数学符号，又像一幅经过精密计算的星图。火把照过去时，那些纹路竟隐隐反射出银蓝色微光。老萨满脸色惨白，低声说道：祖灵没有造过这样的石路。一句话让所有人背脊发凉，因为草原上的每一个部族都相信，无论祭坛还是陵墓，都应遵循山川地势，不可能出现在数丈深的湖底，更不可能有如此工整的切割痕迹。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阿保机没有后退，他命20名亲兵举盾前进，自己则走在最前方。随着他们踏上石道，身后的湖水竟重新闭合，将外界彻底隔绝。四周瞬间变得安静，只剩下众人的脚步声在石壁间回荡。越往前走，空气越干燥，甚至带着一种奇怪的金属气味。石道尽头是一座巨大的圆形大厅，高度超过20丈，顶部并非岩层，而是一整块漆黑如夜的穹顶，表面布满细小发光点，与夜空中的星辰排列几乎完全一致。年轻士兵以为那是镶嵌的宝石，可阿保机却发现那些星辰正在缓缓移动，它们并不是装饰，而是真正按照某种规律运行着。数百年前的契丹人并不知道什么叫天体运行，更不会理解什么是星图投影，但眼前这一幕却像有人把整个夜空搬进了地下。阿保机缓缓抬起头，忽然发现北斗的位置与草原上真实的星空竟偏离了一角，那意味着这片天空记录的不是今晚，而是另一个时代。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大厅中央静静矗立着12根巨大的黑色石柱，每根石柱表面都雕刻着盘旋的龙形浮雕。然而走近之后，人们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龙没有中原壁画里的鹿角、牛耳、鹰爪，也没有腾云驾雾的姿态，而是拥有流线型头骨、细长躯干和2对极短的前肢，更像一种远古海洋爬行动物与蛇类混合后的形态。每一根石柱底部都摆放着一具已经石化的巨大遗骸，他们身体蜷缩，头部朝向大厅中央，就像至死都在守护着什么。负责验看的老猎人蹲下身，用刀尖轻轻敲击遗骸，竟发出金属般清脆的回音。他割下一小块碎片，发现内部并不是骨骼，而是一层层极细密的蜂窝结构，如同天然形成的轻质金属。契丹最好的铁匠后来反复熔炼，都无法将这块碎片烧红。阿保机意识到，这些所谓龙骨恐怕从来就不是普通生物留下的遗骸。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众人继续前进时，最年轻的一名士兵忽然停住了脚步，他双眼呆滞，缓缓抬起手指向大厅中央。所有人顺着他的方向望去，只见那里摆放着一块近3丈高的黑色石碑，石碑没有文字，却镶嵌着一块圆形透明晶体。那晶体之中，一道微弱的蓝光正在有规律地跳动，与湖中黑龙胸口的光芒一模一样。更诡异的是，当阿保机靠近石碑时，晶体内部忽然浮现出一幅不断变化的画面。辽阔的草原尚未形成，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浩瀚海洋。天空中悬挂着2轮不同颜色的月亮，无数体型庞大的黑色生物在海面与云层之间缓缓游动。而地面上，一群身材高大、头戴奇异冠饰的人影正围绕着这些生物建造巨大的环形建筑。他们彼此没有言语，却动作整齐的如同接受同一个意识指挥。阿保机屏住呼吸，因为他突然意识到，眼前呈现的不是神话，也不像幻觉，而更像是一段被完整保存下来的远古记忆。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没有人注意到，那只仍然插在湖中黑龙胸口的铁剑，此时正在一点一点融化，不是被火焰烧毁，而像被某种无形力量缓缓分解。与此同时，大厅四周那12具沉睡了不知多少万年的黑色遗骸，胸腔深处竟开始陆续亮起一道又一道幽蓝色光点，就像沉寂了无尽岁月的某种系统，因为阿保机这一剑而重新启动了。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第一具遗骸胸腔亮起蓝光的同时，整座地下大厅忽然传来一阵极轻微的震动。那震动并不像地震，更像某种庞大的机械在沉睡无数岁月之后第一次重新开始运转。石柱上的龙形浮雕逐渐泛起银白色光泽，那些原本静止的纹路开始沿着石柱缓缓流动，像血液在经络中循环，又像某种能量顺着预设好的轨迹不断传输。阿保机下意识拔出佩刀，然而刀身刚刚靠近石柱，竟发出一阵尖锐的共鸣，刀锋剧烈颤抖，几乎脱手而出。
身后的契丹武士纷纷后退，因为他们发现不只是兵器，就连腰间的铜饰、剑足、铁甲都开始微微震动，就像整座大厅释放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正在影响所有金属。对于生活在10世纪的人来说，他们无法理解这意味着什么，只能将其归结为龙神的怒火。然而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去推演，这种现象却更接近一种极强的天然磁场，甚至像某种人在工作的古老装置。可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样的力量不可能来自天然岩洞。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阿保机命令所有人不得妄动，自己则缓缓走向大厅中央那块黑色石碑。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枚镶嵌在石碑上的透明晶体竟开始主动发光。蓝色光线并没有照向四周，而是在空气中投射出无数细密的线条。这些线条彼此连接，很快构成了一幅完整的立体图景。那并不是契丹草原，而是一片辽阔的无法想象的大陆。大陆中央矗立着一座呈环形分布的巨大山脉，无数河流像血管一样向四周延伸，每一条河流的尽头都对应着一座巨大的黑色高塔。最令人震惊的是，高塔之间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一道道发光的轨迹彼此连接，形成覆盖整片大陆的庞大网络。老萨满跪倒在地，不停念诵祖灵祭文，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小，因为他发现这幅画面中出现的山川河流与契丹世代流传的一幅兽皮古地图几乎完全一致。那张地图被称为天元图，据说描绘的是洪荒之前的大地，可所有人都认为只是神话。如今它竟然真实地出现在眼前。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众人沉浸于震惊之中时，一名负责守卫入口的士兵突然发出惨叫。所有人转头望去，只见他的双眼失去焦距，脸上的血色迅速褪去，整个人像木偶一样缓缓朝大厅中央走去。他没有回应同伴的呼喊，也没有挣扎，只是一步一步走向那12具石化遗骸。当他来到第1具遗骸前时，竟缓缓伸出右手，轻轻放在那具黑色遗骸额头的位置。下一瞬间，那具沉睡无数岁月的遗骸胸口蓝光骤然增强，士兵全身开始剧烈抽搐，鼻孔、耳朵和眼角不断流出鲜血，就像脑海中正被灌入大量无法承受的信息。不到10几个呼吸，他便倒在地上，再无声息。然而就在他断气之前，他却用一种完全不像自己的声音说出一句所有人都听不懂的话。那种语言没有任何契丹音节，没有汉语的抑扬，也不像草原诸部的发音，更接近一种节奏极其稳定的共鸣。每一个音节都精准得像经过计算。大厅中的晶体却在这一刻发出回应，同样重复着那句话。阿保机第一次意识到，这里并不是祭祀龙神的圣地，而更像一座等待某种指令的地方。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为了验证眼前的一切并非鬼神作祟，阿保机命工匠拆下一块石柱碎片，他们用铁凿不断敲击，连续数十下之后，石柱终于崩落一小块黑色碎片。然而碎片断裂的位置却没有普通岩石那样粗糙的纹理，而是一层又一层极其规则的六角形结构，密集排列，如同蜂巢。更诡异的是，每一个六角单元内部都包裹着细如发丝的银白色丝线，它们在火把映照下缓缓闪烁，如同无数根沉睡中的神经。契丹最有经验的铁匠用刀尖轻轻拨动其中一根丝线，整座大厅所有石柱竟同时发出低沉共鸣，就像12根石柱原本就是一个整体。阿保机沉默了很久，他想起大萨满年轻时曾说过一句没人相信的话：真正的龙从来不是靠翅膀飞翔，而是靠大地本身托起它们。当时没人理解这句话，如今看来，那也许不是神话，而是某种失落文明留下的隐喻。就在众人准备退出大厅时，那头被铁剑射中的黑龙忽然再次出现在入口。他没有发动攻击，而是拖着沉重的身体缓缓来到大厅中央。胸口那支剑已经彻底消失，只留下一个缓慢闭合的伤口。更令人震惊的是，他并没有走向阿保机，而是伏在那块黑色石碑前，低下头，发出一种低沉而悠长的鸣音。大厅四周12具遗骸竟同时回应，蓝色光芒彼此连接，在穹顶之下形成一道巨大的光环。那一刻，阿保机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自己射中的并不是这里的统治者，而是这里最后的守护者。他之所以没有杀死任何一个人，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在等待能够理解这一切的人出现。可契丹人无法理解，他等待的也许根本不是人类。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在蓝色光环达到最明亮的一瞬间，黑色石碑内部缓缓裂开，
一件被封存在其中的古老器物逐渐显露出来。那是一枚仅有巴掌大小的圆盘，材质与黑龙鳞片完全相同，表面刻满与石道一致的几何纹路。当阿保机伸手触碰它时，无数画面再次涌入脑海。他看见洪荒时代的草原并非草原，而是一片覆盖浅海的大陆。那些被后世称为龙的生命并不是神灵，而是一种承担巡守职责的古老生物。而建造这座地下遗迹的人也并非契丹人口中的天神，他们只是比人类更早掌握了某种超越时代的知识。随着大陆巨变，江河改道，文明消失，幸存者将最后的记录封存在地下，把这些龙留作永恒的守卫，等待未来某一天有新的文明能够读懂他们留下的信息。然而时间流逝，王朝更迭，真正记得这一切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一段被辽史轻描淡写记录的射龙传说。或许真正的历史从来没有消失，它只是被后人当成了神话。而耶律阿保机射杀活龙的故事也未必是在屠龙，更可能是在无意之间开启了一座沉睡万年的史前遗迹。只是离开黑水之后，阿保机终其一生再也没有向任何人完整讲述那一夜发生的一切，指命最信任的史官将部分内容封存于密库，并立下严令，后世不得侵起。因为他知道，如果那个秘密真的重见天日，人们首先怀疑的不会是史书，而是整个关于人类文明起源的认知。但真正可怕的是，直到今天，没有人能够证明这一切真的只是传说。黑水之行结束后的第7天，阿保机率领亲兵返回契丹王庭。令人意外的是，500旌旗竟只剩下473人，没有人知道另外27人去了哪里。因为所有活着回来的人对那段记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空白，有人坚称他们全部战死在湖边，有人却发誓根本没有发生任何战斗，有人说亲眼看见黑龙沉入湖底，也有人坚持那头生物从未离开地下大厅。最诡异的是，当史官将每个人的供词逐字记录下来时，竟发现所有人的记忆都会在同一个地方中断。就在那枚黑色圆盘发光之后，就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将那一段经历从所有人的脑海里整齐地抹去了。只有阿保机一个人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他只是命人打造了一口3层铁锁封闭的青铜箱，将那枚黑色圆盘放入其中，并亲手贴上契丹皇族最高等级的封印。从那一天开始，这口箱子不再属于任何一座宫殿，而是始终跟随皇帝迁徙，无论征战还是巡猎都绝不离身。朝臣以为里面装的是传国玉玺，却不知道真正被锁住的是一个足以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秘密。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几个月后，一个更加离奇的现象开始出现，所有曾经进入地下大厅的人身体都发生了细微变化。原本年过60旬的大萨满，满头白发竟在短短1个月内重新变黑。一位在战场上失去左耳的老兵，耳后竟长出了新的软骨。还有几名年轻骑兵，夜晚视力突然变得异常敏锐，即使没有月光，也能看清数百步外奔跑的野兽。起初，人们认为这是祖灵赐福，可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开始出现另一种症状。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人都会不约而同望向北方黑水，嘴里低声重复着一句没有人能听懂的话。阿保机暗中命人分别记录这些发音，结果令所有人震惊。20多个人从未聚在一起，却能一字不差地重复同一句语言，就连停顿和音调都完全一致。负责记录的史官发现，这根本不像人在说话，更像是在重复一段早已储存在脑海中的信息。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为了查明真相，阿保机秘密召集契丹最年长的巫师、渤海将臣中的天文官，以及一位来自中原的工匠，3人被分别带入密室观看那枚黑色圆盘。然而他们看到的画面竟然完全不同。巫师看到的是漫天飞舞的黑龙，天文官看到的是不断移动的星辰轨迹，那位工匠却看见无数互相咬合的圆环，在没有任何人推动的情况下自行旋转。3个人都坚信自己看到的是真实景象，彼此却无法说服对方。阿保机忽然意识到，圆盘或许从来没有真正显示过任何画面，它只是将每个人脑海中最容易理解的信息投射出来，就像一面不会照出容貌，而是照出认知的镜子。这种能力远远超出了当时任何文明能够理解的范畴，即便放在今天，也很难用简单的幻觉或机关来解释。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第2年春天，黑水流域再次出现异象，一支负责放牧的契丹部落在湖边发现了大量巨大蜕皮，那些蜕皮长度超过20丈，呈半透明黑色，
表面仍然保留着与地下大厅完全一致的六角纹路。牧民认为这是龙蜕，纷纷跪拜。可当他们试图切下一块带回部落时，整张蜕皮竟在阳光下缓缓分解，最终化作无数细小如灰尘般的黑色精粒，随风消失得无影无踪，没有留下一丝痕迹。消息传到王庭后，阿保机没有派军队，也没有举行祭祀而是独自骑马来到木叶山。他站在山巅望着北方黑水，一整夜没有离开。随行亲兵后来回忆，那一夜他们曾听见远方传来悠长而低沉的鸣音，与当初地下大厅中的声音一模一样，只是比那一次更加遥远，更加悲伤，就像某种古老的生命正在完成最后一次告别。但真正可怕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多年以后，阿保机在征途中病逝，按照契丹传统，他的随葬品大多记录在册，唯独那口装着黑色圆盘的青铜箱从史书中彻底消失。辽史没有记载，契丹国志没有提及，就连最重视礼制的皇室档案也就像刻意抹去了它的存在。后世盗墓者不断寻找辽太祖陵，希望找到传说中的珍宝，却始终没有发现那件最神秘的器物。于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逐渐浮现：如果那枚圆盘没有陪葬，它后来去了哪里？如果它被某个人秘密带走，那么后来流传于辽国宫廷中的那些关于天龙、黑水禁地、不得北猎的禁令，又究竟是出于迷信，还是有人仍在默默守护那个埋藏于地下万年的秘密？关于耶律阿保机射杀活龙的传说，真实的历史只留下寥寥数个，而民间故事则不断增添神怪色彩。也许那只是帝王神话的一部分，也许黑水湖畔确曾存在一种后来灭绝的大型未知生物，又或者那一件真正触碰到的并不是一头龙，而是一段远远早于契丹，甚至早于已知古代文明的遗留痕迹。当史实、传说与想象交织在一起时，答案反而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但真正可怕的是，直到今天，黑水深处仍有许多地方从未被完整探索过。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